大家好，欢迎来到泰美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unny。今天的来宾是我的大学同学东奇。Hello， 嗨。对，那其实东奇很多年前呢，有来过泰美的营队做演讲。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位大学同学。大部分大学生过的生活呢，跟他差很多。对，真的差蛮多的。对，我们的学校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中山大学，他以前是烫金的，然后现在被我洗到已经那个掉了。就是东奇以前会每天你都自己煮菜，对啊，然后很早很早起床去跑步，钓鱼，然后打球这样。对，然后他都听江蕙啊，然后吃那种热炒店，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群同学会一起去吃，就是吃一些年轻人会吃的东西，比如说喝星巴克，然后东奇就说。哦，这是他人生第一杯星巴克，已经大三了，这样。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班，就是那个通识课，后来感情还不错，还有帮你庆生。哎呦，那是第一次。然后好像你第一颗蛋糕。对，因为什么？你们家人都用什么粽子帮你庆生？对，因为我生日是在农历的5月初4，所以是端午节前一天。哦。传统家庭不会给你蛋糕吃啊。对，但你们家太特别了，因为你们家是西拉雅族嘛。也是汉人啊，就是我没有认真去回溯过了。但我们那边算是西拉雅族的一个地区。但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好像很晚才有电脑还是什么？大概国小快国中哦。然后还有冰箱吗？冰箱的话，我对冰箱印象也大概是国小才出现。反正总之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少年大叔。对，自称对，然后他过的生活跟一般大学生都蛮不一样，而且你大学那时候好像就很投入你的实验室嘛。那时候也是对养殖比较有兴趣啊，所以就会去屏东这边四处鬼混这样。然后你那时候好像也是棒球队的老师还是什么？那时候是因为我们高中第一次，那时候刚有黑豹旗。刚好自己有接触这一块，所以就会去帮忙教一下，或是带队出去打比赛这样。OK， 我们那时候的通识课老师，那时候我们是有一堂什么跨文化通识课，然后老师就很强调英文啊，就有点太偏袒外国人。然后东奇最后期末呈现是讲台语的，对，很好笑。好，不是传译啊。好，那我那时候是念戏剧系，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科系？我是大学是那个海洋。靠，我都忘记怎么念。海洋生物吗？还是海洋 ？Marine Resources 海洋资源暨生物科技什么的。OK。其实我。然后你那时候不是有在中山念完硕士吗？我那时候在中山念硕士班对啊。那时候就是去念那个海洋科学系这样子。好，那你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养鱼。简单就是你大学其实就一路念这个专业，算是吗？其实大学的课程它比较广泛，它就是讲说海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它用那种物理、化学、生物或是地质的方式去帮助你理解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是从这些方面去找到你有兴趣的，像对我来讲就是鱼啊，然后会游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我有兴趣。所以我就从这一块再去做延伸了。那你硕士呢？你的硕士就有跟养殖有关？对，就比较有强烈的那种相关性。可是他说有关，其实也真的应用到产业上也很少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想要做养殖渔业？大概落在填志愿的那一天吧。你说高中吗？高中填志愿那一天。可是你们家不是养猪的吗？对啊。可是你自己怎么会想到说我以后想要养鱼因为我以前就喜欢养鱼啊。原本就喜欢养。对啊，然后因为那个考大学不甚理想。所以原本你是想要念比就是可能台大或是更前面的志愿。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班，虽然说我们读乡下学校啊，可是我们那一班还蛮疯狂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会一起打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考上自己的心中志愿。然后少一个志愿就要有处罚，这样。处罚内容就算了，我们就在这边不太适合讲。那所以你那时候原本是志愿是什么？台大兽医系啊。你想要念台大兽医系？对啊，因为我考的时候那时候兽医系的成绩很高，
哦，因为兽医系很难考啊。以前好像就是在我爸那年代好像还好，后来越来越热，越来越热门了。对，现在尤其是我一路玩到高二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很难考，很难考。回首已经来不及了。OK， 那你后来在中山呢，会太失望吗？还是觉得还不错？大一还蛮失望的，因为觉得跟你想象的科系内容不一样。也不是我觉得是一种生活上的那个习惯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习惯说我早睡早起，对，然后那个早睡早起之后人就动嘛，我就比较不会说躺在电脑前面一直用这样子，所以那个宿舍生活相对于我来说就比较痛苦一点。然后就是其他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你不习惯。对啊，他因为是团体生活，所以你也不可能要求其他人跟你一样，所以那段时间就过得也不能说痛苦啦，就是很不习惯这样。然后会有一点不晓得之后自己能不能够适应这种生活后来决定搬出去，所以才会好这样。所以比较不是科系上面的问题。我觉得所有人不管读什么科系，除非是他想要当工程师或是医师，这种有明确性质的那个 for career 的一种科系，要不然他们大概都会蛮失望的吧，也不能说失望啊，应该都会觉得说可能跟自己理想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意思说，你觉得那个落差是来自哪里？因为你一个科系，你翻看他的那个 agenda 去看，就是你要他的师资要 fit 这些 agenda，其实很多时候是有落差的。很多时候是有落差。然后你又要因为大学相对于高中那些所谓的义务教育比起来，你个人去学习能力又更重要。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你靠老师上课。然后你自己，你或许老师上课的时候可以吸收到很多，但是其实大学更多的是你需要自己去找资料，才可以获得所谓的那种 college degree 的感觉。你可以低空飞过，低空飞过很简单，就会很可惜啦。低空飞过很简单可是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拿到更多知识储量的地方啊。对，大学有图书馆，还有很多科系的课。对啊，然后那个老师他本身又有自己也研究的重点。就你要想嘛，我今天可能是研究一个 S subject， 可是他是在一个 B 领域里面，可是在 B 领域里面可能有很多 subject 所以他可能只专注于其中一项，可是他却需要来教这个领域的东西。他或许在一些比较通识的课，他可以讲得很好，可是他不一定可以在其他的不是他的那个专攻的主题里面讲得很好这样。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因为有些老师说不定很强。但是如果你想要在你特定的题目上想要更加去做深入的话，我觉得自己学习能力会比较重要。我讲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但我那时候在戏剧系其实就是真的很失望，因为我觉得不是我在批评我的学校，是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本来就太难被教了，就是每个老师的说法，然后他想要怎么教学本来就太广了，然后我就会那时候我在我们系上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状态都让我觉得说我并没有觉得说我到底喜欢或不喜欢，可是我产生很大的疑惑，然后我就开始去外面，所以我上了什么一些外面各式各样的工作坊，就是不是有些国外的导演来或什么，然后我就是透过很多的工作坊还有去外面一直跑来跑去，然后或是我去听那种国际策展人的讲座，然后就真的在一直跑，因为我想要回答这件事，就是回答这个戏剧教育适合我嘛。对。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那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养成了自学。然后如果今天我的戏很满足我搞不好还不会有这个习惯。对啊。倒不如说你希望你系上为你做什么吧，对啊，它可以提供你什么吧。但其实很多事情，如果单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那种高等教育的部分，我其实不太觉得以大一大二或是我们还在探索的阶段来讲，直接给一个很特定的 specific 的东西给你是一件好事。对啊，但我们那时候系上的那个状况是有一点难解释，可是我们老师常常会有的不同老师很情绪化，或是他是除了他教学内容之外，他是有一些实质上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他会偏袒特定的同学，然后我们系又有那个演艺圈生态，就是你要是你要当 A 咖演员，
然后你就要他们比如说都混夜店喝酒，你就要一起去。然后如果你没有被那一群 A 咖认同的话，那他们的制作你都选不上角色。就是如果你想要当演员，你有那个生态圈，反正就是除了同学，然后氛围还有很多一些状况跟教学内容都让我产生很大的疑惑。对、对确实我有听过你讲这一段。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妈妈她因为我爸妈都是念3类组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觉得她以前在学校花在实验室的时间很多，可能一个学分实验你要1个礼拜去5个小时。对，他就觉得说我本来就没有看起来，我完全不是一个数理有兴趣的人，他就觉得说就避开这件事。然后他说大学是一个你应该要学很多东西的时候，所以你选一个你可以轻松完成的主修，就是这个科系不要让你太累，然后你喜欢，然后你就有力气去学很多东西，你可以去上别的系的课，然后不要说你本科系已经把你弄到压力很大，花很多时间去应付考试，可是大学应该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博览群书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其实戏剧系对我来说终究是我喜欢，然后我也学得开心的。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会很深入去看说，老师现在在这个东西是我真的认同的，对吧？我懂。哇，我自己是觉得他讲的蛮正确的。你说我妈？对，因为我大概在大3之前都是处在不务正业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就比较疯打球啊，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啊，学分什么的比较没有在乎啦。因为我以一个读到大3的人来讲，我的学分排得很少，或是说我学分都排得很集中，所以我1个礼拜可以有将近4天左右的空闲时间，是完全没有课哦。那你不是还有在打工吗？对啊，就去工地，大家现在很喜欢讲工地搬砖嘛，混水泥嘛，对，然后绑钢筋嘛，做现在贴瓷砖嘛，都没有台湾人要做这个吧？不是都说缺工吗？对啊，对啊，可是这些我都做过啊。哇，因为你还记得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外面就有工地嘛？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往外走就有一个建筑工地啊。那边对我来讲就是最快可以去赚钱的地方，因为他们一定会缺工，他们有时候早上门口在那边洒水的那一个兄弟，他都没有再来的。对啊，所以有时候你过去洒个水，可能就给你300-400块这样。那个时候300-400块哦。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接家教？有啊，家教，然后棒球教练，有的没的。那个教棒球那个算是比较那种服务性质的，就没有收钱。家教的话，坦白讲，我觉得当家教老师蛮骗钱的。对啊，因为就如果你的学生没有很认真的话，很痛苦。不会说很痛苦啦，因为我都直接跟学生讲了，就是因为我学生的学校比较特殊一点，他们是住校制的，所以你去教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是真的想要我教你们学，还是你只是一个想要脱离学校生活的一个 break？ 对，我们讲清楚，你好过我也好过，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他们成绩不好的话，我会不会好过？我就说，因为考试其实就考那几项啊，就是你稍微盯一下，考前稍微盯一下，还是可以得过且过这样。但是如果你要我教东西，我也可以教。我其实都讲得很清楚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好啊，他们想要他们 they want a break， 而不是一个想要去学东西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是当家教老师，可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在骗钱？可是后来那些学生都过得不错。OK，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要想清楚哦，你要自己在玩，没关系哦。其实书的东西，你说很重要吗？很重要啊。它是一个教你去怎么去理解这个自然科学，可能教你说你现在眼中看到的现象是什么或是一些历史什么的。我觉得说这些读的都是好事啊。但是你没读会不会很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好像也不至于，好像也不至于。你如果懂得查资料的话，其实也有办法过生活了。我等一下问你一下关于过生活这件事，就是你怎么会那么小就知道你要怎么过生活？就是你好像都，因为很多年轻人会有那个状态，就是说大家都去演唱会，大家都夜冲，大家都夜唱，或是
大家都去夜店，大家都做什么，然后那样好像很好玩。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年轻人可能会有的历程嘛，就是年轻好玩的那些，可是你好像都没有。等一下，然后在这个之前，我想讲一下，我突然回想起来一个我关于大学选系的东西，然后我好像没有在我的 podcast 分享过，就是我那时候其实高中的时候去了很多营队，就是大学营，因为我有兴趣的科系就是心理系，然后大传、戏剧还有商学院，对，然后我就去了很多大学营，然后那个政大商学院的营队，它有3天的课，是真的教授讲经济、会计跟统计，一天3个小时，然后我就睡满9个小时，然后那个台大心理的课也上一上，我就发现说，哦，心理学其实是很数据的东西耶，跟我想象中那种就是不一样。然后大传我发现它要很多的这种怎么去呈现一个新闻稿啊，然后我会觉得大传的东西很像一个媒介。对啊，对，然后最后我就觉得，那我其实是喜欢戏剧，因为戏剧是很原创性的，而且像当戏剧在讨论文本、讨论潜意识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忘记这是我妈跟我说，还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你打开课表，如果这些课是星期六早上，就是你已经不需要上学了，是星期六早上的某个单位开的课，你会不会想要起床去上课？如果它可以让你想要去，你在大学比较容易起床去上课，不然你就会很容易一直翘课。所以像最后我那时候其实中山的企管系跟戏剧系同时是正取的，我都有考上。我喜欢企业管理，我也喜欢那个，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原创性的东西，就选了戏剧系。因为商学院的人其实他们的想法跟我也会差比较多。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点艺术家的思维的那种人。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指标啦。像那个戏剧系的课，什么西洋文学，然后那种什么戏剧肢体开发，如果今天你就问我明天我是放假我要不要去，我都会想去。对，好，刚刚补充一下这个，然后来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那个，就是生活的那个部分。为什么我不会跟着去夜冲夜唱？就是你觉得你怎么会很小就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你舒服的？因为那时候觉得累啊。因为那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我去回来，然后我隔天早上爬不起来，然后如果我睡到中午，下午也会很累。可是你有很多品味生活的方式是真的很不错，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年轻人通常会享受的。比如说每天自己煮，我们可能更想要去吃很好吃的餐厅，很有名的餐厅，然后听江蕙，然后你那时候好像也有在研究音响。有啊。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小就这样子？应该说我那时候打工原因让我有办法累积相对于普通的那个大学生稍微多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小钱。对，所以玩音响可以，就是玩的还蛮入门的。那你都不会想出国吗？那时候有啊，有，就也是自己就随便订个机票就去日本玩这样。去潜水或什么？那些也都会有啊，就是都会想要去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地方或是有一些事情你试过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好像很好玩，但好像就这样。但可能你也很对自己很诚实，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很知道你自己。对啊，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有成本存在。你光是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它时间本身就是成本，而你花了成本，然后你得到的快乐却不如你的预期，那这样是不是赔钱？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大学的时候你怎么去感觉这件事带给你快乐？好，就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这个叫快乐？就假设可能系上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好了。对啊，我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然后一群人骑个机车，在高雄市的街头上，一长条的机车这样撸着，很累。你觉得很累？我觉得很累，因为我有长在乡下地方啊，你睡在路中间不会被车子碾过去的状况，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要闪车，那台车在干嘛啊？转弯不会打方向灯哦，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啊。那时候有，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所以比如说大学生想要的那种夜冲啊，你就会去考量，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很累。我从 A 点，我从学校宿舍到那间店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让我觉得很累了。然后到了之后，你要排队进场，
然后在很嘈杂的环境之下，嗡嗡嗡嗡，biang biang biang biang，哦，黑我不懂。那像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喜欢熬夜打电动，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确定我12点之后我人就会昏睡了。OK，有啦，有几次看书或是看电影，会让我觉得说哦这个赞，然后或是跟几个比较好朋友，就是可以好好聊天啊，可能点一盘小菜，喝一点小酒，这样子可以聊到天亮，就只有少少的可能5、6次而已吧。会不会跟你在乡下长大有一点关系？对啊，应该是的。应该是，因为我完全不能习惯熬夜这件事情，所以说我的时间可能普通的大学生来讲，他们放学之后，然后回到宿舍，可能他们那一天的生活才刚开始。可是我放学之后回到宿舍，我就开始洗澡，然后就准备要去睡觉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觉得在乡下长大，其实你会习惯无聊，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么，你要自己找事做，对你没有这么多外在选择。有时候可能就清扫一下东西啊，看一个书，或是那个直接躺在那个门外看太阳，对，这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嘞。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我对那些他们玩的东西没兴趣，可是我就会觉得很累，我也是想要睡觉，就觉得晚上为什么要那么累，所以那些什么夜冲啊什么我都没有去。而且主要是我高中的时候也没有熬夜的习惯，所以对我来讲熬夜很痛苦所以我的时间就比别人短，所以可能我从回宿舍7点半到10点半这3个小时，我要准备好我明天要做的东西，我要看一点书，我要跟我要追的女孩子打一下天，那这样子我就发现时间不太够用，可是我10点半就会自动关机怎么办？所以我就会有很多事情别人找我做我就不会做，因为我记得蛮清楚的是我那时候都会跟你们说10点半后要找我很难除非是我7点多就跟你们出去吃饭，然后我可能4点多再自己搭车回那个我住宿。反正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你就是跟大家完全不一样。对晚上10点半要找到我超级困难。大家都会吃面店，你吃热炒就是那种要自己挑海产，说老板这个帮我那个，再帮我插一半那边鱼那边猪跟他做点那个，对，就完全很有趣这样子。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系的人很爱去夜店，就是他们有那个文化啦。然后我其实也不是说我想不想去，可是每一次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说今天要去要不要去，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是我好像比较想回家，然后我就不会去。对啊，这是个人选择而已对，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对，我只是会觉得。我也没有，其实是今天跟你讨论，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年轻人会这样，为什么有的人不会？我其实没有想过。其实这都是自己衡量的结果对我来讲，我在家睡觉睡醒很舒服。但为什么我有的人会去经历那个年少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可是有的人没有？对啊，就是不一样的成长历程。我觉得是接触到的时间点也会有差真的就是在。那一个时间点，你做这件事情可以带给你怎么样的精神上的刺激也好实际上的反馈也好还是说可能你这个生活圈内可以给你的那种那个赞虾嘛，就是 good job 这种感觉的，就是在各种年龄段，你做一样的事情，你得到的反馈是不同的。所以可能在大学那个时间，我就会比较排斥那件事情这样。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读到一些文章就乱看嘛，然后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就在写说台湾很多大学生终于可以自由嘛，就会一直玩，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她大学都还蛮认真学习，所以她一毕业就进了不知道麦肯锡还哪一间公司，就她就说其实你终究是花了4年你的人生岁月，然后如果你就这样就是放手让它过去，有时候还蛮可惜的。对，如果站在一个站在他的角度，他会这样讲。对，可是我觉得每个人人生是每个人的。我觉得好，我觉得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对错，但是我现在在回忆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在大学，我就是也很认真在上课，其实是因为那篇文章。对，然后他就有想到说，他觉得他4年累积的东西很扎实。然后还有一个，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就是上大学前我去打了10日内关。然后10日内关我那一场是纯女性的，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有一大群阿姨围着我说你要上大学，你要上大学，然后他们就说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化妆，
大学女生都喜欢化妆，你只要不化，你到快要毕业，你是你们班皮肤最好的。然后我想说，我本来就不爱化妆，然后等到我大学快要毕业，我说，嘿，真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化妆如果没有好好处理，那个皮肤受损程度会蛮高的。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讲到刚刚那个麦肯锡的那个他讲的那些观点，是他站在他自己生活经验上。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他说的没错啊，因为4年其实很长。对啊，4年很长。对你4年的时间，你要充实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只是每个人充实方法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很多充实并不只是你单纯从书本上，或是你去做一些外界看起来正向的事情。我觉得大学最好的事情是你可以有犯错的口袋，你可以犯错，因为你想嘛，那个大家是怎么看待大学生的？或是今天我是一个学生，那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成年人的一些权利什么的，我可以行使。可是同时我有一个学生的保护罩存在，所以跟你出社会比起来，你身为大学生的时候，是你最可以去尝试错误的时候。那当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错误了，就是你可以在一个限度内去尝试说啊，我这样子玩啊，我这样做啊。这个我有好多，这让我想到好多事情。对啊，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台湾大学风气，其实我很不喜欢。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很浪费彼此的时间，对啊，很浪费老师的时间，浪费大家的时间。然后大家都那个糖水课，就是随便可以过的课，大家都要啊，然后就在玩啊。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要玩，你就好好去玩，你为什么要在大学里面？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不是都会选一些通识课吗？对啊，那时候学长姐都跟你说，你一定要去修谁谁谁的什么什么课，超凉，因为超凉一定会过，不会点名。对对啊，可是这你就想嘛，我是付钱去上课的。对，但是我没有要说，就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很严肃，只是我会觉得，当整个大学风气很这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很耗费所有人的资源。是啊，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是当然也是台湾教育体系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也在前面压太紧啦，所以你等到一放，大家就很想要自由啊，因为我们确实被压了6年啦，就是国高中，对啊，对。然后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是什么？从海产开始讲，然后讲到什么？我刚刚有想到另外一件，然后我忘记了。好，没关系，我等一下想起来再说。对，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风气的问题。对，这风气确实是，如果从它是一个大学，或是说是那个高等教育的场所来看，确实是错的。啊，可是如果从一个人的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讲，我觉得，每个人怎么过那4年，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就是你刚刚讲到犯错那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还蛮多朋友会跟我说，你如果什么事想做，你30岁以前要做，因为30岁以后就是好像体力啊各方面就是会下滑，然后你可能也会不想去做那些事了。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我很想换工作，尝试不同的东西，或是你想要去不同的公司实习，你真的要把握30岁以前，因为如果你到30岁以后，你还在睡人家家地板啊、铺大地铺，然后一直在换工作的时候，你承受压力会大很多。对。可是你在大学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你这样做，大家不会怎么样。对。你可以去做很多工作，然后睡得很烂，吃得很烂，然后在别人家打地铺。对啊。因为大学是你真的可以有很大的一个 range， 你可以去犯错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东奇你跟大家还有一个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除了你的生活形态跟大学生不一样，然后你等于比所有人早很多很多确定你的未来的方向。等于说大家可能毕业，然后很多台湾的学生可能他又念一个研究所，可是还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啊，或者是毕业之后就是要尝试去找工作。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在一个很有压力跟混沌的状况去找到自己一条适合的职业路，可是你是那种很早就很清楚说我要做养殖，然后一毕业什么，然后就很快，然后你现在也才31岁30，你就已经是32，对，但是你现在就是已经有很稳定的你的自己的鱼，然后自己就当老板。就是我觉得可能跟产业别有关，可是这件事我觉得也是年轻人里面很少见。
对，确实，因为像我这么单纯去思考的人很少。你分享一下。我有提到说我想做养殖是在我选志愿的时候，对，就是他不是会发一本很厚的册子，现在可能没有，现在应该都直接给你 QR code， 你去扫，然后去看而已。可是，在我们那时候，应该是给你一本超厚的册子，然后你就翻起来在那边看嘛。我就把那本翻起来当做漫画书看。哎呦，一家下有养殖，然后我就想到说养殖好像，因为我不在我台南那边好像，好像做渔文的人都蛮有钱的。然后你会觉得比养猪有钱吗？差不多啦，也不能说有钱或是不有钱，而是本身你看不出来，可是你看到车子进进出出，你知道他们在赚钱。然后会觉得他们有钱，是因为说，我好像之前看过一个，养殖户在我们那边有一间海产店，然后他请他朋友吃饭，吃得很好，想说，哇靠，什么鱼都有怎么不一样？很有钱，所以其实我觉得养殖比养猪不知道谁赚比较多，可是养殖比较轻松。不会，真的吗？不会比较轻松。因为我爸跟我说，很多就是鱼撒一撒，然后你可能每天撒2次，然后你只要会养就还好。可是，对啊，可是相对其实养猪也是这样啊。哦，真的吗？可是就觉得猪要照顾的层面比较多。对，应该说他的工作就是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生物去进行，对，去进行啊。然后比如说你不用洗鱼啊，你要洗猪啊，洗猪舍啊，对啊。可是你场地还是要整理干嘛的？而且渔文长整理就是叫怪手进来了。OK， 好。所以那个2个 scale 不太一样，但是它又都是很累，然后又都是围绕着生物进行的工作。那你这样，你这个过程你都不曾就是想说我要不要去当医生啊？我要不要去当律师？或是有想过自己要不要转换跑道？我曾经想过，大概是5个小时吧，想过我要不要重考这件事情。重考什么兽医系？重考兽医系，或是看看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这样。所以兽医的话是，如果念兽医，你的想象是就是变成比如说看狗看猫的这种医生。对啊。OK。因为小时候很喜欢养小动物啊，所以会有一种代偿的心理存在，就是说我以后我要照顾好我自己的小猫小狗。但我后来转念一想，好像我自己有能力了，我自己的小猫小狗可以带去给兽医看，好像也是一样的事情。OK。然后，但是你大学然后研究所就已经有在一些养殖的产业做实习啊，去上班什么的。对啊。应该说，我觉得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讲的很多学术理论上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都很重要。我现在回头看，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你会读书不厉害，然后你要会做事才厉害。可是你要会做事的基础是你需要有这些知识的储备，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圆满。像你真的在养殖界，你应该会遇到很多长辈是没有学术背景的，他们是做得很好。对，但是他们你说他们没有学术背景，是指他们没有这个 degree， 他们没有这个 diploma， 对。可是他们是有这个概念跟这个他们是会去学，他们是有这些东西的，他们不是没有，他们只是假设我们今天说轮虫。就是一种饵料生物，中文叫轮虫，台语叫轮塘，英语叫 Rutherford。你今天可能写 Rutherford 出来他看不懂，可是你跟他讲这轮塘、口碑啥他都懂。所以我们听到可能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它这2个终究会是一起的，一定会是一起的。知识跟实务经验它会是一起。就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他可能是自己做。然后他自己摸索出来的他也没有错可是我从书上看到也没有错。就好像你要2个一起前进，你不可能一个在一个前面。应该说它是一个可能我今天有这个知识，所以我观察到这个现象可以去解释，所以我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处理更好。所以它不是一起前进，而是互相堆叠起来。对，就是它要2个一起，不可能说我实务经验到这么高，可是我的知识在很低的地方。不可能，因为你实务经验很强，我倒不如去做水电就好了。对啊，因为你问我做养殖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水电。那你现在在这个产业做这样也蛮多年的吧，7、8年，好一段时间了。那你是从一开始就自己创业吗？对啊，是。对。OK。其实我不会觉得创业是一件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这中间呢，它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选择的一条道路。怎么说？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创业很自由嘛，就是可能对自己来讲，我可以自己当老板干嘛？可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在路边卖一个咖啡，这也是创业啊。对啊，可是
相对的，就是这些风险都是自己要负担。就是我反而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创业，或者我可以在虾皮上面卖商品，我也在创业啊。这些都是创业，没错啊。对啊，只是相对的，因为我是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啊，所以我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啊。而且你的那种是比较有产业规模的创业，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很想要一个比较小型的创业，不一定是。我觉得反而比较少看到年轻人很想要去承担很大风险的那种。就连我都不想，就是我也不会想要说，我要扛一个几百万的那个风险去开一间店，然后虽然也许未来回本会很高或什么，连我都不想做这件事。我也会选择慢慢开始的东西，这样。但是你的那个可能算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有比较多投入的。那时候太年轻了。OK， 那时候太年轻了。很多事情都是在你失败过后才会很认真去想。也不是一帆风顺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真的是刚好。我反而会比较相信，我现在会比较相信运气跟机遇比什么事情都还要重要。这个我也很相信。就是运气来的，可是有个特点是你运气来的时候，你要掌握得住这个运气啊。就是给一个机会在你面前，你没有办法把握，或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那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的会这样子。我会觉得有很多人会觉得创业是一件很猛的事情，不是很棒啊，他会很欣赏很多企业家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那终究不是你的人生对啊，而且你或许对外面来讲，他会讲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时间在推着人走上那个位置，就是他必须要去做出下一步的时候，他就要再往下去走。去做的更大规模。我自己是算也生在生意人家庭吧，我就会觉得人家不是说什么钱一定要拍心，要给他拍油漆。对，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老板这个东西很难，因为其实真的一个人要当老板，你要有实务经验，然后你要有知识，你又要会管人，你又要有企图心，你对你的企业你都不能让它是一潭死水，你要一直推进，然后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多元的一种人格加一种特质，才有办法当一个好老板。我就觉得其实是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而且压力很大。而且有时候你要还蛮无情的。对啊，然后你要很有胆识，就是他需要的条件很多。对啊，对。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每天在车上的时间超长的。有时候我可能从我余温回到我住的地方，可能不用2分钟。你说你当初早期投入工作时间很长？对，我没有不止投入工作时间很长，就是我在车子上面绕来绕去时间也很长，因为压力太大。我后来发现那是压力。OK。后来才发现原来那都是压力，这样我就一直开车在那边想怎么办。然后方向盘打着，然后人也是这样乱想，然后我那段时间把我附近的路都走一遍这样子。我之前是有发现说，当你自己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其实成长速度很快，很快啊。可是你去给别人雇佣的时候，你会学到东西，可是他的成长速度就要看你的环境，看那个人喂给你的，就是那个人要求你的成长速度，而且还要看自己的心态啊。对啊，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是会觉得我来工作，我就是我是拿我的时间换金钱。这也没有错，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要求它有一个多余的价值出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吧？只是相对于一些状况之下，他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选择然后他看他愿不愿意去付出这个心血去拿到而已。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做我自己的工作，然后其实很忙，可是大家可能以为我很闲，可是其实你很多时间是你要想很多事情，跟那个很累，就是那个很耗心力，可是也许身体上就是我可能每天确实有蛮多时间是没有排满的，可是那个都是你就是需要那么大量的力气。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里工作，我就觉得我在学校里面是整个脑放空，可是我的身体是被霸占的，每天就是要上班8个小时啊，然后可是我的脑袋整个是放空的，因为你只要把他们叫你做的事情还有一些该准备的事情准备好，你不用好像24小时都在想要怎么突破怎么办，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子。我现在好怀念学生时代。你有想要回去念博班吗？现在没有。没有。以前会觉得要不要不读，而且现在我觉得好像没这个必要。为什么怀念学生时代？因为过得超级舒服，
哦，真的哦。对，跟那时候我后来可是你不会觉得得现在这样，你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事业更感觉更踏实吗？我觉得学生时候那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哦，很自由。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我甚至会觉得我以前是不是自由过头了这样？就是你现在会觉得你有很多责任吧？对啊，对不对？就是你有太太，然后你有事业什么。啊对，因为会有一些你需要去顾虑的东西啊。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完全是自由的，自由的超级自由，自由到很夸张的地步的。那你觉得就是你在这个产业养殖产业会不会看到比较少年轻人投入？对啊，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相对于一般大家想象的工作，它差太多了。第一个，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朝9晚5的工作，是24小时，它只要有问题的人就得到。然后你24小时，如果说因为你如果这个鱼温不是自己的，或是不是自己养的鱼，就是你是受雇于人的时候，你有办法愿意付出那么大心血在里面。但是这次鱼它可能前面已经投入了好几百万的饲料钱在里面了。你有办法说你今天我就要休假，我就出去玩，然后回来的时候水车可能坏掉，还是说停电怎样，发电机没转，哭了惨了，全部死掉。这个责任好像不是一个可能你叫一个基本工资，或是可能一个月5、6万块的人可以去负责的事情。就是不一定有人愿意这么用心去帮你顾这样。对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很现实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它确实就是不适合一个把它开成是一般工作的东西啊。那你现在会放假吗？那你怎么帮自己放假？好难哦。所以你也都不会说我出国一个礼拜或什么？有啊，我年初就出国了但是是不是刚好收成之后或什么？对啊。我是觉得要找方法让自己有办法休息这样子。对我来讲，今天就是休息啊。可是我老婆会觉得说这哪叫休息？那你老婆现在她等于是帮你一起养鱼吗？对啊。OK，这比较没办法，对。因为该怎么说，因为大家都会讲 work-life balance 嘛，就什么生活工作的很难，其实很难，我觉得很难。对，超难，因为有时候，尤其以创业的人来说，超难。这真的不是你可以去想象的事情，这样。我知道，我懂。可是那还是一个目标，就是你是会努力达到那个目标。这样，我觉得除非你已经赚得多到你觉得今天赔个多少钱没关系。可是我觉得它跟选择有关，就是有的人他会控制说，好，我的事业规模就是这样，我不要再展店了，我不要再扩大了，我就是这样子，然后稳定，然后我有足够的时间陪我的家庭，这样。可是他到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他说不定也没有选择他自己可以做什么。对啊，生意这件事真的，做生意这件事真的太多变化。可是养鱼相较之下没有这么复杂吧？也是很复杂，也是很复杂。对，客人来看鱼的时候也是很复杂的，是，反正我觉得任何产业都一样，它都有它辛苦的一面，跟它看起来很轻松的一面。但是你只要去做了，你就会马上后悔说，跟你开始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创业比较对我的经验来说，就是你可能以为你要做到这样，就是你可能以为说好，我可能会累到5分，结果你其实搞不好累到10分、12分，或是结果其实才6分，你不知道会多累，可是你就是要硬着头皮把它拼完，头都洗下去了，对，要洗干净，对啊，就想尽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你也不能保证它一帆风顺，可能市场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又要解决它，对啊，太难了。太难了。那你会很建议其他年轻人创业吗？不会啊，真的完全不会。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就是想创业就去啊，就是你觉得每个人要听自己内心你起心动念你就去试试看嘛，从小规模的开始试。那你是一个对赚很多钱有欲望的人吗？对啊，有。就是你从小就想要赚大钱？没有，从小没有，最近有。最近吗？是这几年吗？这几年有，就是开始很想赚大钱。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会觉得想赚大钱，是因为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应该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嘛？对，有些人会说想要环游世界干嘛？那一些就是你工作之后的成果才可以给你的东西啊。对啊，而我是想要过着很悠闲的生活，这样子，可能找一个很平静的海岛啊，还是什么的，去那边搬去那边住啊。
可以搬去那边养鱼啊。哦，因为海岛的海洋资源可能比较好哦。虽然说我还没找到那种不错的地方。你现在也住在一个海岛啊？对啊，我住在一个海岛，可是生活压力蛮大的。对，所以就有在找那种地方啊，也有在想说我之后可能做到几岁要休息啊？可能做到40-50岁还是50-60岁这样，把钱存够，然后就可以休息。对啊，可能50-60岁才会考虑的。而且现阶段可能40几还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如果到时候要去过那种大家觉得很悠闲的生活的话，反正你认为赚很多钱是因为可以让你有完整的选择。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些可能木工什么的。虽然说那个这样讲很奇怪，可是我觉得我如果我去做家具、手工家具什么，我应该会赔钱。对啊，我要想办法，有个办法做着手工家具，边赔钱边赔到我自己可能帮我自己订棺材的那一天这样。但如果你养鱼养到退休，你做家具就做好玩就好了。也是可以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只是现阶段我会觉得说，哇，这个工作有够累的，所以可能想要在几岁退休这样。那你现在每天差不多要工作到几个小时？我没算，大概18吧。18？就我清醒的时间就是在想这些事情而已。哦，但你确实要在渔温做很多事嘛？还是早晚还是？他没有办法 out of your mind 这样。哦，我懂。对，你可能我今天去哪里吃饭，我可能是脑中还在想的是我今天我这一次去看到什么东西，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先去准备什么，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 out of your mind 的状况之下，你其实都没有休息到。我其实很能够理解，我以前到现在都是几乎每天起床到睡觉前都会想到这些事，只是多跟少的差别。对，这很现实，这真的很现实，就是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在做。那好，那你怎么面对你的压力？就是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出去开车绕来绕去。那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是就是到池子旁边看着池子或是跟自己的小狗玩这样子。还有很多方法啦，就是我不会特别去做某一件很特定的事情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而是让自己想办法在一个比较缓慢的时间里面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旁边的同学，就是同届的同学，完全有自己的公司、自己事业的人其实偏少了，在这个年纪。其实本来对啊，本来这件事就很少了。应该说，本身其实要在台湾，你要申请一间公司不难。对啊，而是你要怎么把这件事情做的是一个比较有规模化。我觉得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企业或公司，而是有一个自己可以当做自己是我是首脑，然后我可以自己去用这个方式去做出一点 profit 出来，这样。我以前在中山的那个企管系其实修过一些创业课，我对创业一直是有兴趣。然后我不知道批评台湾或者是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数据会让我觉得说，台湾的创业的一个氛围并不是很友善。就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就是如果你失败很多次或什么的，别人比较可能不会再帮忙你，或是资助你，或是就是觉得那个风气上比较不鼓励失败，或者大家比较怕吧，就是会还有就是那个你创业或是你亮相的东西够不够好，别人要不要买单，就是我觉得这个压力稍微大一点，这样。对啊，对。但是所有东西都是在那个推出来的过程中慢慢的打磨出来的他没有办法一开始推就推得很棒。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它是跟性格有关系，就是你要很了解你的性格。我觉得，因为有的人的性格，比如说他是那种很按部就班，那搞不好他可以当一个超好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做某一个就是很需要照顾某一个项目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了解自己的强项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去站在一个。比如说你很适合某一种操作，那搞不好你很能当机长，你当超好，然后你可以修车，搞不好你超会修东西，或者你超会讲话，你去当业务。对，然后我觉得，然后要当老板真的就是我觉得他需要的东西非常多，然后那个是很辛苦的。对啊，所以我不会建议每个人都尝试。不会，想试的话可以我觉得比起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更重要的是要去摸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可能他很适合做一件事情这样，可是
我也不是在批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很能够体会就是在教育过程之中很少去探索到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事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想这个，然后刚好被我找到一本书，叫《Finding Talents》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反正就一本外文书。然后你买了之后，他就会附一个密码。然后他那本书的用意是说，他发现我们比起补强弱项，我们去做我们强项的东西是快很多。所以比如说你想要训练一个员工说，你数字很弱，然后你花时间去训练，你不如就让他做他会做的事。所以那本书它会有一个测验，让你看你的5个强项。然后5个强项它会分析到很细，就是说适合哪些工作，然后哪些面向你适合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后来工作很多年回去看那个报告，我真的都有符合因为我很适合就是要跟人交流的工作什么的，这很棒。对啊，所以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讨论的，就是你发现你自己是哪一块料。对，因为我是比较单纯我就是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会舒服，或是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花钱，我就会一直去生活下去。可是我对我没有兴趣，或是我比较弱项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把它可能 OK 就好。那你现在回想，或是你对你自己目前了解，你觉得以养鱼或是当老板这件事，哪些部分是你真的适合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有哪些特质，其实在这件事上面真的很适合，或是你可以做得比别人好？我的抗压性比较高。你抗压性比较高，我抗压性真的比较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自己觉得你就是还蛮稳的。对啊，也不能说稳吧，你说没有情绪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你情绪起来的时候，你多久时间可以把它压下来？可是我对你的认识就觉得你是一个，比如说接下来3个月每天5点都要起床，我觉得你做得到，很轻松对，就是这种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困难的，持续一段时间，或是好你接下来2年每天就是要顾这只鱼，然后什么把它研究做完，我觉得你好像是 OK， 就是这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困扰。因为对我来说，我今天只要告诉自己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了，所以我要做好在这段时间内做好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去牺牲我自己的睡眠。所以我会确认的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会去牺牲到我的睡眠。当这个前提成立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把它做好，这样。某方面来说也是比较安定吧。对啊，应该说，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值得牺牲我的宝贵睡眠时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喜欢做的。那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有影响你很多吗？有啊，一定有。像什么？像我爸他就是一个很务实的我爸妈都很务实，就是养猪的农家我也知道说就是可以靠着畜牧也好，养殖也好，都是他的生活形态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就少了很多就是学校可能养殖科系会给你的一些奇怪的滤镜这样。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说过，你爸爸很喜欢看书。对啊，就是很有趣，就是读很多很多书的一个农夫。其实我后来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普通的，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读很多书，只是你可能从他平日的生活看不出来而已这样。对啊。怎么说他们给我的影响可能就是在阅读上吧，跟那个生活规律上。他们即使在我考大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叫我说一定要熬夜，说你一直读书就对了，没有，他是叫我早点睡。那你分享一下你喜欢看什么书，还有什么书影响你很深？好了。哇，现在看了很多书哪一类比较多？都广泛，现在都广泛的看了。之前有看什么《资治通鉴》然后有看什么《24史》，可是这些书是我高中不会看的。我国小反而会看伟人传记，可是我上高中就完全不翻了。然后也看一些古生物相关的书，也会看一些什么反正我都会看很多讲理论的啦，就是甚至会比较偏向论文或是一些 critical， 思考性质的书反而就是看像老庄然后有些是有兴趣，所以像我有看那个什么湾叶集，就是日本的那种古诗歌，看不懂也是硬看这样，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翻阅这样。至于因为是杂食性，我最近比较常在看的反而是什么经济史经济学相关的东西这样。哇，那有没有什么书是你真的影响你很深的？影响我很深的以前我会说有了，现在还好。现在我会觉得就可能是那个经济学吧，现在我会觉得是经济学吧。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因为我觉得经济学就是在讲那个人类社会怎么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对啊，所以从经济学上可以看到很多怎么讲我们不会去考虑到的那种范畴了。对啊，就是会让你有新的看待人类社会的一些角度，这样。因为像你觉得一个什么，大家会讲资本主义嘛？对，对啊，它资本主义到底怎么形成的？就是要怎么界定？就是大家都会拿薪水嘛，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薪水它最重要的单位是什么？是货币吗？还是什么？你的看法，你觉得是什么？你说薪水的单位哦？对啊，货币吧。我觉得是时间大家都说时薪，每一个小时赚多少？就是你的劳动会获得多少？对啊，就是所以说最基本去分店那个单位就是你每个小时，你工作几个小时嘛。对啊，可是要怎么去界定这个时间？就是可能你要有手表，你要有时钟。对啊，你有办法去确切的分出啊，我这个时间段是多长，你才有办法去拿到你的薪水，老板才可以拿钱去换员工的时间啊。这件事情发生的才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建构这样。那像你在创业过程中，你会不会一直发现你自己不足的地方吗？一定会嘛，就是发现这个还不够，那你都怎么样去精进这些？一定会假装会，就是读书吗？还是一定会假装会，然后再想办法会这样。OK， 那你一定不会的时候，你就是看不懂，然后你要假装会啊。那你假装会的时候，你就是去做假设嘛。你去假设说，我今天我遇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是不是从那个方向、那个面向？我假装我会它。所以那个我可能要怎么去解决这样，然后到后面说啊，我变得就是慢慢的会了这样，就是说啊，我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好像是对的，然后慢慢的去抓出那个问题点，然后你的对这些你工作事务的敏感度也好，你之后你要怎么遇到类似状况的延伸度也好，你的看待问题的深度跟广度都变得很高。吴东奇，我们在同学间都叫他，我们会称为这叫做实业家。那我想要问你说，你刚刚除了海岛之外，还有什么事是你想做的吗？因为你现在好像就是变得很稳定来工作，然后照顾家庭这样，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也很想去完成？我想盖房子。盖自己的房子。对，我想要买一块地，然后盖一个房子，就是有好的田院，然后不会太差的房子。我们泰美有一个就是来演讲过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们家也是养鱼，可是观赏鱼，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也很想要自立自建，后来他就把这个过程分享，然后编部落格还有讲座，大家就会觉得还蛮受启发的，因为其实他是可以做到，只是他需要的东西很多。他其实做得到啊，对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做得到，只是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啊，对我来讲是时间上的问题吧。所以你现在就是这是你下一个计划这样子，就它持续有在进行，就是慢慢思考找地啊，然后我可能用什么样的建材啊，还是说我之后打算怎么用啊？我要塞什么东西下去？因为当你列好那个表，你会发现，我靠，从 A 到 Z 还是多少的？因为我们家是我爸爸盖的，我爸爸也是想要嘛，你知道吗？爸爸想要盖自己的房子，后来盖嘛。然后那时候我大概12岁前后，就是从可能5岁到12岁。可能6岁到12岁，他都在做这件事，那个真的很恐怖。因为其实那个像我家也是自己盖的，很繁杂。我阿公也是自己盖的，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那超繁杂的，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塞进去你要的东西，那个很烧你的脑，因为你会想很多，先列出来，然后再慢慢删掉了。比如说啊，这个要放这里嘛，以后这样怎么办？然后光线怎么办？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我后来觉得人生是删去法。就是你先列出你想要的，然后慢慢的把那个东西用掉。对啊，如果你那些东西全部都要的话，哇，那个我真的跳一个超跳的。但我之前去过一个建筑师的家，然后他没有门，他3层楼没有任何一个门，所以他都是比如说他的客厅，然后转卧房，他就是用转角的方式，全部都是用角度去转，没有任何一个门，超酷的。哇，那真的还蛮酷的。对，他是那种真的很厉害的建筑师，他们自己的家，我觉得超酷。好，然后我们最后的时间要来谈谈，其实刚刚也谈了很多教育的面向嘛，然后再谈一下你回顾你的整个职业生涯或是学生生涯，你觉得影响你最深的就是教育面向来说，你觉得哪一个面向的教育对你影响最深？对我影响最深的话，高等教育啊。
就是大学这大学一块，对啊，大学硕士班其实是专业知识这一块。对啊，因为真的读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会自己去累积。而且，当你有一个题目、有一个 topic 去思考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讲，反正我们学三类组或者二三类组的，可能都会去说什么科学方法什么的。对啊，这或许在 PPT 上面看起来很平面，它可能就几行文字说啊，我们要做假设啊、hypothesis 啊，要怎么去验证什么的。然后三重复啊，又讲到统计干嘛的。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在教你一个做事情的方法，你要怎么去确认我今天我这个想法是对的，或是它可以 apply 在哪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但我们都会说思辨嘛，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对啊，只是它只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题目在你眼前，你可以不断的去验证这样子。而我觉得这个训练是很棒的，这样。他在台湾的学校也都有，只是说他并不会被强调到而已。你会觉得高等教育的训练带给你某一种对知识的一种确定吗？就是感觉好像让你更有自信，然后更知道怎么去接近更多的知识。因为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啊，对，你有手机的状况之下，你要接触到资讯很快。而且我前几天大概是在礼拜四，现在礼拜日嘛，大概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 Google 搜寻，它会用 AI 帮你做个 briefing。对啊，它会有 abstract 出来，我那时候看到我整个吓到，而且它还会帮你列出它的那个 citation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现在获得资讯的方式跟我们以前还跟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差很多。对啊，然后我才发现说，我以前还要一个一个去按 citation。然后用什么 Google Scholar 啊，干嘛的慢慢去用。现在他直接帮你用啊，点进去就有。哇，我那时候超开心的，礼拜五的时候，哇，好棒！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有这个工具，可是这个很棒啊。重点是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个工具。对啊，就像是大家都会很担心 AI 世界来了怎么样，其实我没有担心的，我不太会担心的。为什么？因为 AI 就人写的程式啊，也是人去训练它。所以它终究就是人的一种工具而已，对啊，它很重要嘛，或许吧，它可以帮你做到很多事情，对啊。可是我们是学会去怎么用它。我是觉得它可以衍生的问题很复杂，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像 Facebook 现在美国他们国会或是一些政府，他们想要去控制说，我们是不是有太多少女然后被侵害，或者是有太多年轻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立法？可是其实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更早发生？可是都是等这些科技的东西发展很前面之后，我们才会回头说我们要怎么办？因为毕竟立法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东西啊，所以它不可能针对空想去做。但就是会很多问题会产生，可是我们有时候制度跟不上，去限制它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我是觉得我对问题发生，我是觉得抱持乐观态度。OK， 对啊，因为像一开始发明摄影机的人，也没有人想到说有人会拿摄影机去偷拍啊。对啊，因为就像是一把刀子啊，可以拿来煮菜，也可以拿来砍人。对啊，我觉得这都工具在人手上怎么用，我就比起说这个工具会带来什么危害，为什么不要换个角度想？我对 AI 倒没有像你那么乐观，因为我觉得它会应该说我觉得它会很剧烈反转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但是我至于它会反转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有一点没有那么乐观。我就觉得反正就这样子，因为那也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对，没错。我这个人有个信条，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就不会去想它。OK， 我只会觉得去懂得怎么去用，因为我不会用，我坦白讲我不会用，但是我知道那个 Google 帮我整理的那个 abstract， 我很开心这样。OK， 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教育的部分，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教育一个孩子，或者是面对孩子这样好了。或是面对教育这个议题，你自己会是最着重什么，或是你会最相信什么？最相信他开不开心而已啊。开心。对啊，因为他不开心，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完成。真的因为我以前有读过所谓的自由班，对啊，自由班里面有很多老师的小孩，他们上大学或者是上高中之后的，都有一定程度的走钟。怎么说？就是他就是会觉得被压坏，这样吗？也不能说压坏了，就是会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原来他成绩很好，是因为他爸妈一直教读书。
所以他没有从这件事情上面获得快乐过。哦，所以等到没有人压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难自己去学习嘛。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就让学生或让小孩就尽量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探索。对啊，然后有乐趣。这没什么大问题，对啊，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这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我觉得考试考差也没差，我以前成绩从很好到很差都有过，所以我会觉得，在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是他自己确切需要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个爆发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对啊，我就比起让他一直告诉他，你就是要去当医生，你就是要去台积电上班，你就是要怎样怎样，比起这些事情，你倒不如让他开开心心过好，先有一个童年。好，那我有一个认识的阿姨，她就是这样，然后她的小孩到长大之后反而怪她就会怪他妈说你都没有逼我念书，不然我现在会比较优秀。那是那个小孩的问题啊，他自己就没有那么优秀，怪他妈干嘛？然后他妈就说成绩是你的事啊，我就不在意你自己的人生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那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养成的过程之中，对啊，所以你觉得人格养成也很重要？我觉得人格养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他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就是怎么判断啊。然后我不敢说一个人的永远都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或是道德层面上都是好的。你觉得你们家爸爸妈妈好？因为我觉得人格教育真的最大的面向是在家里，一定啊，因为你在学校其实只有几个小时，老师再怎么管你，他很难深入去弄，就是深入这个人格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依照我的感受，我觉得是家庭教育。那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怎么教你们在这件？不知道，我感觉他们好像给你们蛮多空间的，就是相较之下是蛮民主的。认真讲，应该是休克疗法了。对我爸妈来讲，对于我的教育，对啊，因为我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学生啊，比较偏科啊，就是会去就几门科目比较好，然后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啊。我跟其他学生比起来，可能就是差在这边吧。可是我觉得你爸妈，我听到的都觉得他们很，就是不会压迫你们。那是他们放弃治疗的结果。真的吗？了解。那是他们放弃治疗的结果，因为像我弟，他就是考上医学系当医生啊。对啊，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觉得是放弃治疗了。那你觉得怎么样去训练人格？怎样去训练人格？不用训练啊，把他推出去跟别人交往就好了。哦，就是在真实的世界学习。对啊，因为我觉得人格没有真正的好或坏。可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变成是骗子啊，或者是因为你可以用不好的方式，可是赢得很多东西，可是没有被纠正的时候，他其实这样也可以活得，就是一直活着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是社会会帮你训练的。哦，就是简单讲，就是父母会给你价值观，可是人格也是这个环境训练出来的，这样。所以你觉得去跟人真实的相处，他就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因为人格会建立，我是觉得人格建立在立场，对啊，建立这个人的立场，他做的决定才是他的人格展现。因为我如果站在跟那个人完全不一样的立场上，我会觉得他做的什么事都是错的，这个人龌龊自己。OK， 太尴尬，我看没了。可是如果你可能转个方向，转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上看，你可能会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他在考虑的是什么事情，对啊，因为我们觉得的对错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去判断出来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判断一个人的人格好或坏，要站在他的立场上面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你有了这样的价值观，然后你理解了立场，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件事情的对与错这样子。因为这个世界不是黑白啊，它其实是一堆颜色混在一起的。OK， 我觉得人格这个东西，我好像也没有很深入思考过，但它确实影响蛮大。对，因为我就有想过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人龌龊自己，可是有些人对他却家贫如潮这样。对，每个人立场不同。对啊，立场不同有问题这样。对啊，但人格除了对跟错，它还有很多，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办法训练自己？每天坚持一点点，就是毅力也是，还有很多面向。我就觉得这都是比较偏向他自己个人价值观。对，我觉得比较偏向他价值观，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很重要，他怎么去value这件事情，这样。OK， 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
想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什么事情都，我觉得人很有趣啦，就是真正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少之又少，真的很少，真的很少。超级少，你可以选择的事情可能一辈子不会超过20件。有啦，就是会觉得说我好累好忙，想好多事情，可是人生就这样咻，然后就往那边去了。对，我说的这些决定，或者说你可以选择的，并不是指那一些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的事情，而是可能真的会影响你未来发展。对啊，就是你在一些节点上，所以你很相信命运吗？这样说起来。蛮相信的，我也是蛮相信，因为一样的决定，然后你经历过你这段苦，可能过了10年之后，可是再把那个时候你丢回10年前，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因为你又回到当下的时空背景，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因为当下就是那个选择看起来最好。因为我不相信有人做选择会像我一样，探机，然后就去做这样。很多人也是啊，很多人也是给探机。对啊，可是就是因为他在当下看起来就是对你最好的选择。OK， 我懂你的意思。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当你发现这件事情是你真的可以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就要发挥自己的那种判断能力吧，好好去思考。因为很多人都会让这种机会流失掉。这反而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体悟了。这样怎么说？因为我看过很多人让这种机会丧失掉之后，他回头看才觉得说，我靠，我那时候如果说好，或是硬着头皮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让他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我是觉得很多人他们会说想做，但是没有真的行动。那就是一个就像我讲的，他可以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就是我其实后来发现，想跟行动这个差距是需要透过练习去改变。因为想跟行动，你觉得中间差什么？我觉得是勇气耶。我觉得差蛮多的，可是我就发现那是一个训练。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气的步，就是你需要勇气去跨出那一步啊。我觉得它这个中间差别是勇气，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刚刚讲到人格最重要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人，我想要我的小孩子有勇气，这样。勇气，对。你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差在哪里？我觉得他会更懂得去承担风险，然后因为他愿意去承担风险，他才会去计算风险跟得失，他才会有更好的价值观。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勇气对我来说会是一个人有没有办法让他的生命一直在往前。对啊。因为如果我们退却，你可能就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模式。可是你是勇敢的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一直有机会再扩张出去。因为我个人对生命的看法比较平淡，我会认为它不会有一个前进或退往上往下。我觉得生命因为一个人来的时候浑身光溜溜的走的时候，也是烧成灰而已啊。这段时间你怎么过嘛？怎么开心而已。对啊，但我觉得生命状态有很多种，就是你过着一个很重复的生活，跟你有 refresh。那个 refresh 它可以是爬山，可以是做养狗，可是我觉得我们人好像一直会需要一些新的感受、新的体验，然后新的想法，然后让你可以 refresh，不然你就会很快老。对啊，确实啊。对，然后我觉得勇敢的人比较多 refresh。这也是 courage 可以带给你的 benefit。对，这也是它的好处，我觉得。所以你有发现以前那种很多时代的老动画，可能什么战队什么的，他们第一个什么徽章都会跟你讲是什么勇气，像什么可能你没看过吧，什么数码宝贝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勇气徽章、友情什么的这样子。我常看一个旅行家，他常写什么勇敢的人，这句话好像很多人讲，什么勇敢的人最先体验这个世界还是什么？对啊，很多人讲这句话。对。也是挺有道理的。但要怎么训练一个孩子有勇气，这个其实很难欸。我觉得有时候当父母的人好像也就只能以身作则，就像我妈妈就是她就是很有行动力，所以她就一直训练我，你要做什么事就是去做。如果我一直讲没有做，她会生气，她会说你现在闭嘴，不要再讲了，去订票，马上去，不要再讲了。对，如果一直讲说我好想然后讲了一直讲，然后她就生气。我发现我反而是相反。
我反而是可能先订好了票，然后才会跟我妈说，我要来去德国去特。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早熟，某方面早熟，某方面很不早熟，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优秀的小孩啦。我坦白说，我觉得其实是被我们家有很多的栽培。我觉得这跟优秀什么无关啊，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一种当公的公因呐。哦，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棒，我要怎么拿到它？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不是被这样的家庭，或是受到这些影响，我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人？就觉得我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可是你没有办法讨论，因为我就是这样长大，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讨论说，那我是不是这样，就是很难讨论。因为我以前会想这种问题，对。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他就没发生，我怎么去想？对啊，但我就不是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很天生怎么样的人，不是。对啊。因为我觉得环境造就一个人啊，我觉得环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我自己也是还蛮相信命格啊、命盘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有一个这样的家庭环境，可是好，你们家有3个小孩，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塑造成那个样子，对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对啊，所以它复杂到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简化，然后没有办法简化，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思考，然后我就凄凉。那你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活得好？先问自己，我过得开心吗？这样子，我觉得比起任何事情要怎么活得好，先问自己开不开心吧。对啊，然后要让自己开心，要怎么去达到？可是开心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放烂啊，打电动啊，那也是开心啊，这也是开心啊。可是他要放烂，他可以放烂打电动，要么他家有钱，要么他存很多钱。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法，没差。就去过嘛。我反而会觉得是要去有一种安心呢。我觉得对我来说，追求安心比说不定他打电动会安心啊。追求自在，因为打电动其实是一种成本很低的消磨时间方式。好，反正这个都太难讨论了。只是对我来说，人要过得好，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佛教那种我知道那种中道，就是你要让很多事情是比较让你可以心安，然后你没有偷窃，你不会被抓。其实我觉得佛教最终都是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对啦，但是佛教是他们有告诉你一个中道的生活。对啊，他有告诉你，他确实就是要让你可以很安心的在这世界上过着这样。所以他才会告诉你，我觉得他才会告诉你那空的概念。对啊，就我对佛教理解是这样。我自己反而觉得人要过得好，他要有一份一个全然，就是这是我的感觉，就是他不管是爱他的小孩，爱他的事业，或是投入一个东西，我觉得当人有一个很全然的给出的时候，他的生命好像就会在一个绽放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一个活得的状态。确实是啊，对，这只是要不然你单纯追求个人的快乐的时候，有时候还蛮局限的。我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有一个电玩狂，他练到满等，然后什么伺服器封顶都来了，我也会觉得他对这个游戏尽其所能的付出了。我只是觉得说，可能只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啊。我没有批判，应该说站在每个人不同的角度上，我觉得他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我会先问说，你自己现在过得开心吗？我觉得不应该批判打电动这件事，但是指的应该是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某一种层次的过度。因为任何东西都要讨论它的程度啊。对啊，像你刚刚讲的，你自己过得开心吗？他如果说他这样过得很开心，那我也觉得没差。那他可能因为打电动熬夜干嘛，他都可能早死什么。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也会在他的坟前说：“哇，你过得真爽。” OK， 好，我觉得我就是先问自己开不开心，然后要怎么样去达到让自己开心的程度吧。我觉得比起，因为我讲了很多很空泛的东西，都不一定会比你站在镜子前面问自己好。对啊，开心满足。就是我觉得我讲的那个很比较偏快感，就是放纵快感，但是那个就是跟开心可能又不一样。对啊，会差。对啊，好。我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朋友，就是常常在一种可能会死亡的状态在环游世界，然后他就一直说他反正不管他怎么样，他就是这么开心的死。超爽的。对啊，超爽的。对啊，因为他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啊。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录他，因为他
很年轻就在那个什么 HTC 上班，然后年薪100万，但是他很早就开始有脊椎的那个什么僵直性脊椎，然后很严重，医生就说他可能40岁啊就不能这样，他就觉得老子这样，然后他就辞职去环游世界了。然后就是等于说没有生命时间浪费在工作跟存钱，因为他就没有什么时间活，对对，所以他就老子现在想去兰屿住帐篷，我现在就去，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的人生其实超棒，超棒啊！对，他后来有自己的背包客栈，然后有很多好朋友，然后自己种菜，就是没有很富有，可是很快乐。对啊，这样都是好事。但也没有什么大家传统上的那些啦，就是比如说一般工程师，你可能到一个阶段你就成家有小孩或什么，但他就是自由这样，他没有，很爽，反正每个人开心就好。对啊，我觉得他这样开心就好，并没有什么对错啊，就最终对错还是自己决定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为什么都会说每个人有价值观，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要有一个人去判断，然后那个去判断的人可能是我，可能是你。我觉得每个人都只能问自己啦，然后你回答了你自己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OK， 谢谢。有机会再请你回来。好，没问题。好，谢谢你从台南过来。不会，小事。好，拜拜，谢谢。